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说起来，武汉市的烟火气真的非常浓郁。清晨，菜场周边街巷里都挤满大大小小的摊位。武汉人喜欢在农户们的小摊上摆一点新鲜小菜，再去早餐店里来份新做的豆皮或者热干面，用一个舒服惬意的早晨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让我们跟随镜头，像老武汉那样一起过个早吧。我过来的有点早，老板们还在做准备工作。我们这猪这么大啊？我们这猪蛮大啊！你们这猪挺大的是吧？俺吃土猪肉。土猪肉啊？恩施的土猪肉是吧？我这肉都热的。刚才看你切开以后冒着热气。啊。那是在那边，那是在。这种肉好吃，煨的时间长。这得多长时间出来？1年多。1年多的。1年多吧。后面拍摄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口音问题，老板估计也很郁闷，年纪轻轻的这人就耳背了。这是跟我发抖音的，发抖音。这个莴苣这边是把它分开卖啊。我们卖早夜了，现在卖就为我们晚上到了嘛11点钟回，早上4点钟起来，现在这菜蔬早夜市不好卖吗？后面晚上一直卖到11点钟啊。要出去拖菜的话，晚上出去拖菜，这样一天只睡5个小时吗？5个小时就是5个小时睡不着，洗好睡。今年菜价都非常贱哈，卖不上价去。这次菜不贵，这次菜蛮便宜。生活就像这个鱼食一样困住一些人，身在池中的抱怨水太浅、食太小，生活不易；而那些离水的则羡慕池中的可以自由呼吸。好一年，坏一年，不好不坏又一年。无论如何，生活总要继续下去。咱们那导火，也这还导火，这样导火还拿什么？好累哟，还晒累人呢。3块钱。在武汉的市场上见到过多次这种南方地瓜了。这种学名良属的地瓜，既可以作为水果生吃，也可以作为蔬菜炒着吃，在南方挺常见，也让我这个北方人第一次认识了这种豆科植物。煨汤豆都可以。2块鱼2块钱。我就红糊的藕。红糊的藕啊？是那种很面很糯的粉藕是吧？红糊的藕。咱这边吃这种糯藕就是红糊这边最好。我发现当2个人口音差异挺大的时候，其中一个会化身复读机，以确认所听到的内容。这个都你的买藕，那差不多是吧？对。谢谢老板。这个低脚牛骨头是武汉特色美食，它是一系列香辣口味牛骨头小吃的总称。现卤现卖的啊，今天牛筋、牛肚、肥肠、顺丰都有啊。老板同意拍摄，对着镜头却不肯透露价格。对于顺丰是哪个部位，也只说顺丰就是顺丰呗，让我非常郁闷，只能请了解顺丰的朋友留言解释一下。快来，偶然，干燥啊，干燥不能排队啊。你好，老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汤圆。
啊？汤圆。汤圆啊？对，吊浆汤圆。吊浆汤圆不是简单的面加水，而是糯米经过泡发、磨浆、吊浆渗水做成的。比起普通汤圆来，吊浆汤圆口感更加软糯好吃。绿豆做的豆丝6元1张，豆丝的做法在一元早市里也有介绍，这里就不赘述。我这卖的都是自产自销的，干豆丝啊、头丝粑呀，这个买了旅游啊，买了带到送人呐、带到外地呀、挺受欢迎的。是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窄窄的巷子里渐渐热闹起来。生活在老城区的人们感觉很悠闲，并不会抢人走。有的老板也仍然在慢条斯理地收拾着摊位。一些小笼包啊，有买有送啊，买1笼送1笼啊，买2笼送3笼啊，10元买5笼，10元5笼啊，厂价批发啊，现场货买，现场货买啊。有买有送，有买有送啊！10元买5笼啊，厂价批发，厂价。10元5笼啊！啊，10元5笼啊，厂价批发啊，买1笼送1笼啊。是熟的吗？买回去直接可以吃？有牙签可以尝。哦，现场货买，现场货买啊！10元5笼，充满了科技与狠活的味道，估计没人敢吃吧？10块钱1笼，10块钱5笼啊，10块钱5笼。啊，买2笼，3笼啊。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，同时还拥有1194条河流。湖北省已经连续27年高居全国淡水水产品产量第1名。这个摊位上就能看到白鲷、鲢、桂鱼、黑鱼等很多种类。大鱼片的。对的，没有水，空的。好。有条子么买？条子，我的12。武汉人喜食的大白鲷学名翘嘴巴，常以香煎或清蒸的做法出现在武汉人的餐桌上。这种鱼也是武汉餐馆里点单率最高的一菜。来，阿姨们尝一下五花香润的五花香3级的野果子。来，我来五花香。3块3级的野果子，来尝一下，阿姨。真的是纯天然的，抗疲劳去衰老，美容美白，祛斑祛痘，又香又浅吃，不得掉头发。8块钱斤，3级的野果子，零污染的。这种筋感嫩白的蔬菜我是第一次见到。老板介绍说这是箭杆白菜，武汉特产酸白菜就是选用这种菜做成的。这个摊位上的蔬菜很多都是北方见不到的，看起来都非常的鲜嫩。比起南方，北方冬天的绿叶菜品种还是要少一些。那1块钱。哇！这是现煮的。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啊？5块钱一斤。有啊，这里就是，有哪一个？这个4块钱一斤。好。刚烤的。对，刚烤。你20来分钟，我得20分钟。这个是从打绒到做全是纯手工了。早晨几点就要起来做？老板在做的鱼丸加上肉丸和肉糕，补上黄皮3鲜。黄皮是武汉的一个区，黄皮3鲜就是这里的特产之一。黄皮3鲜是武汉家家户户过年时必不可少的菜肴。过去武汉甚至有没有3鲜不成器的说法。好的黄皮鱼丸一向号称手压成饼，松手成丸。
当时如果知道的话，我就压一个试试了。左边的是肉糕，右边的是鱼糕，价格都是26元一斤。鱼丸在锅里慢慢煮制的时候，老板抓紧啃着面窝。是吃2个17块钱。嫂子，鸡蛋我把后面的捡到前面了。好啊，前面没几多的。不要紧，不要紧的。我都给他捡到前面了。我也都过去前面一下。货卖堆山的。这位小哥真的是专业销售，货堆的越多，挑选余地就越大，招来的客人就越多，客人越多，广告效应越好，虚众心理又会招来更多的人，这就是小哥所说的货卖堆山的意思了。我们平时看到最多的例子，可能就是面包店了。每天面包店都会做出远多于可能销售数量的面包，让店里的面包堆得满满当当。其实很多面包最后都成了损耗，但面包店仍然会每天这样做，否则就不会有客人上门。这个摊位也这样，统一价5元1两的调料摆得琳琅满目。5.3的，我认的呗。是。拍的搞不对的，这拍的。34块钱呢，阿姨。好了，米糕我们吃过了啊。来，米包走起啊！要几对呢？啊，一个是吧？52块钱这里。啊。好久没吃这个了，要卤水吧？3块。老板的围裙上面是酥皮馅饼，老板娘的是现磨豆浆。老板说，类似的围裙他们家还有好几条，每一种围裙都代表了一种他们2口子做过的营生。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，再苦再难也会努力挣扎着向上。咱这都是自己种的。自己种的。哦。这是小农户种的菜，口感蛮好的，很好的。拍着你就把它的优势拍出来，这样。他家的优势就是新鲜，但就像莴苣大哥说的，菜农今年很艰难，守着这么好的菜，老板脸上仍难掩忧色。我们这都是农家菜，统统都是农家菜。一看就特别新鲜。从地里直接拖来的，这是。2块钱1对，5块钱8的3对啊。干嘛？叶子10块钱1斤，叶子。来，骨头留骨头啊！这个豆腐摊位的东西非常有特色，但老板说我不会买，不告诉我价格。还得收不收钱的呢？不收钱。看抖音在收钱就挨打了要。霉豆腐我在黄山大集买过，简单加工后就是豆腐乳。12这个57加5。老板把这个叫豆粑粑，但我搜不到任何信息，有知道的朋友请留言里说一下吧。这个是什么，老板？脆皮豆腐。品种太多了，主要是外地人不懂。啊，等一下。在这边也可以吗？请人开个豆腐厂啊，来认识一下，就是这位采购的大哥在一直跟我打趣。这个
个是只有咱武汉有是吧？对。炸面窝是武汉特色早点，这种食物具有明显的汉式早餐的特点，高碳水加重油。早些年，武汉作为长江上重要的码头，聚集了大批工人，他们需要重油高碳水的食物来应对沉重的体力劳动。这样的习惯流传下来，并造就了现在的汉式早餐。面窝用的是精米和黄豆，比例是75:25，一起泡发后打成浆，并加入葱花和盐调味即成。刚才鱼丸店老板吃的就是这种炸得脆脆的面窝。小的别个炸。方块是糯米粑粑，2元一个；面窝1.5元一个。这种浅色的是糯米鸡，也是2元一个。糯米鸡是用糯米加香干丁、香菇丁和火腿肠丁调味后油炸而成，因表皮起皱像鸡皮而得名糯米鸡。红棕色颗粒状的是红薯面窝，也是2元一个。今天肉啊，6斤啊。8点多，这个市场迎来了高峰期，送孩子上学的、买菜的都挤在这条小路上了。居然远远地看到有人在买10元5龙的小笼包，真替这位勇敢的顾客担心。这么多人围在市场门口的摊位上，看看卖的是什么。老板在降价卖鱼，我没听明白多少钱，应该很便宜。穿过市场来到麒麟路主路上，这里的摊位仍然在营业。老板娘做春卷皮的动作太丝滑了，要是给我个马扎，我能坐这儿看一天。一元早市上那位大姐说的地菜，原来就是荠菜。这样一盒春卷的价格是10元钱。看春卷看饿了，找个地方过早吧。我觉得这家牛肉粉不管好吃不好吃吧，这口巨大的锅就很抓人眼球。我目测差不多1.2米直径，相当霸气的大锅。这家店只有宽粉，没有细粉，也没有面。咱在这儿做多少年了，老板？做了30年了，这是标准的老店了。特色就是这个红油。那个料的话就要30左右，这一锅可以管3天。哦，3天。这就是熏油里面。这边做，这边能做。好，等一下啊。红油拌面是这家的主打产品，熬好的红油加入牛肉和蘑菇，拌面咸香辣爽。哎，小那个宽面，不是我前面有个牛杂面，好，稍等一下。这个是牛杂，优惠款。来，规模就可以啊，我把它剪稍微。
摆一点点那个酱嘛，这就是你的。我叫肉肉的，你摆一点点那个干酱，老了酱。好吃的比较多，这个比较大的嘛是，你三手做事你心里没得错，修噻。三鲜豆皮也是武汉早餐的扛把子之一。绿豆和大米磨浆后，先入锅摊成薄饼，然后在薄饼上打上鸡蛋摊匀，在上面再整齐的码上煮熟的糯米，糯米上面再铺上炒好的香菇丁、肉丁和香干丁。咱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接近豆皮制作的尾声了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，说只要是老板舍得用足材料，谁家的豆皮都好吃。街坊们都在耐心等着，还纷纷夸奖老板家的豆皮好吃。哎，你口碑比宣传还重要些。你口碑极好的，口碑这个都。好，把皮。那个皮嚼完了，那个皮子焦，皮子做得好。那个磨中间天天做不大旺，皮子不皮的。需要一回，一点不好吃。喂，这我的皮。买的冰着啦，说的再好的物业卖用嘛我们是海洋过来皮，晓不得？大生过来皮。就是带的菜。有卖菜的，有卖菜的。哎，不能豆皮大王，这个到处找广告打豆皮大王。我说那原来没有钱，哎，我就是。最后再来一把灵魂小菜风。会给俩吃的。